朋友们，大家好！在 SP4000发布1年之后，我们也如约而至的迎来了 SP4000T。那随着 SP4000T 的发售，想必大家心中也有一些疑问，比如4000T 相对于3000T 带来了哪些提升与进步？对比目前自家售价最高的 SP4000，又有哪些刀法 ？SP4000T 的一个定位是否只是吃旗舰这么简单？围绕这些问题，咱们今天用一期视频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 SP4000T 这款 AK 最新的电子管播放器。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没有开箱环节啊，因为开箱无非就是贴膜加数据线再加皮套，对吧？其他的也没啥，所以今天咱们直奔主题，直接来聊一下这台机器。首先，咱们先与之前的 SP3000T 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这里有一部 SP3000T， 大家可以看到在外形上面的一个直观区别。大概高度方面的话是长了1厘米，然后宽度方面基本保持一致。机身在厚度方面也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旋钮的时候，您会发现 SP4000T 的旋钮比起 SP3000T 要大了不少。没错，这一次4000T 在开机方式上，比起之前的，也就是 SP2000T 和 SP3000T 来说，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这次总算是可以在音量旋钮上面通过按压操作来实现开机了。这一点与4000是保持了一致的。在耳机的接口方面是略去了一个 2.5 毫米接口。而在屏幕方面是从 6.5 寸增大到了7英寸，这也带来了分辨率的一个改变，是从之前的 1920×1080 变成了 2160×1080。其实就外形方面来说啊，两款机器的设计语言差别不大的，因为表面也都是金属拉丝的一个效果，没有做成不锈钢抛光了。那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在哪呢？没错，是重量方面。重量方面从483克变成了565克，也就是说，如果您之前长期使用3000T，想升级到4000T 的话，那这个重量差异所带来的握持感的改变，我认为您需要适当的注意一下。以上是3000T 与4000T 外形方面所不同的地方，而在机身内部 ，SP4000T 对比 SP3000T 有了很多升级的点。首先，虽然 SP4000T 在解码阵容上也是2+2的一个组合，也就是2颗4191加2颗4499EX， 这一点与 SP3000T 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电子管的数量方面，这一次对比 SP3000T 是实现了一个翻倍，也就是从2颗变成了4颗。这4颗管子都是来自雷神公司的 JAN6418。这也让4000T 拥有了目前播放器当中最强的档位表现，并且我在试听的时候注意到 SP4000T 在对电子管的优化处理上，比起3000T 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如果说您手持拥有过 SP3000T 或者看过咱们节目之前的视频的话，应该对于那个电子管的叮叮声还留有一些印象。是的 ，SP3000T 的这个叮叮声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随机的。您的耳机灵敏度越高，这个声音就越发明显。我认为这是 SP3000T 的电子管模式调试的不够到位所导致的。而 SP4000T 就我试听的一个情况来看，大概听了1-2个小时，没有出现 SP3000T 之前的这个问题，而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安静的状态。根据官方所提供的一些信息，这一次4000T 的4个电子管以插入器的形式进行工作，这有效的降低了电子管所带来的杂音干扰。而除了应用了4颗电子管以外，在电子管的工作模式上，这一次 SP4000T 也不同于以往。我们知道 AK 带电子管的便携播放器都是可以设置3种模式的，也就是晶体管、电子管以及混合，其中混合模式还可以调整档位，在3000T 上面还实现了电流的调整。而这一次到了4000T， AK 又玩出了一些新的花样，那就是3种不同的电子管工作模式。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Tube Mode， 也就是电子管工作模式，分为 Triode 的3级管、Ultra Linear 超线性模式以及 Pentole 的5级管模式，一共有3种电子管的工作模式。这3种工作模式会带来可闻的音色区别。这也就意味着在 SP4000T 这台机器上面，您可以调整出50多种不同的声音组合。这带来了一个优势，那就是与不同耳塞之间的兼容性表现会更加的出色。同时，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听感，在这么多种组合当中调整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种。4颗电子管的应用以及新加入的电子管工作模式，这2个设定是 SP4000T 与 SP3000T 之间最大的不同。但是这里有一点我认为略有遗憾，那就是背面咱们只能看到2个管子的存在，另外2个管子啊藏在这个左上角，我们是看不到的。这一点我认为多少会影响咱们开脑放的，对吧？因为像那个乐比的 EA4啊，就是4个管子的指示灯都可以看到的。
目前在便携播放器这个品类上，应用4颗电子管的，我印象里面只有 SP4000T 这一台。因为播放器本身内部空间就没有阿放来的那么的充裕嘛，所以在播放器里面应用4颗电子管，在技术层面还是存在一定的挑战的。而如果说是阿放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此外，在推力方面 ，SP4000T 对比 SP3000T 也有了一定的提升。这是因为 SP4000T 配备了 SP4000上广受好评的高驱动模式，从而带来了推力的增强。好，刚刚是与 SP3000T 进行一个对比，接下来咱们跟 SP4000来简单的比较一下。首先我这里有一个4000，大家可以看到啊，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无论是在高度还是宽度上，都几乎完全一致，音量滚轮的大小也差别不大。顶部完全一样，都是一个 3.5 加一个 4.4 以及一个物理锁。那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外观工艺的不同。SP4000的黑色不锈钢与银色不锈钢都是进行了一个抛光的工艺，而反观 SP4000T 就没有抛光的这一层工艺。SP4000是3个按键，分别是上一曲、下一曲以及播放和暂停。而到了 SP4000T 上，在原有3个按键的基础上，还额外添加了一个按键，也就是最顶上这一颗。通过这个按键，我们可以实现一键进入电子管调整模式，摁一下就可以了。只是和 AK 自家的设备去对比体积，可能有点不太直观。我这里有一部 iPhone 13 Pro Max， 大家可以看到大小的一个对比。厚度方面大概是2.5倍厚的一个状态，但如果咱们只是看表面的话，其实 iPhone 13比起4000T 还高了这么多，高了大概有1厘米这样。这2款播放器在外形的设计语言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设备的操作系统上 ，AK 自打 PD 系列之后，所有的新款播放器都已经采用了全开放的安卓系统。全开放的安卓系统，顾名思义就是除了不能拍照、不能够打电话以及不能够5G 上网以外，其他在使用体验上已经和安卓手机没有什么区别了。安卓手机能装的 APP， 现如今在 AK 的播放器上也都可以。也就是说，只要您愿意在 SP4000上面装一个 B 站，也是完全可行的。我们日常安装的这个 APP 啊，我一般推荐大家装几个听音乐的，比如说像网易云、Apple Music、QQ 音乐之类，这些都是必备的。至于像 B 站之类的，这个看您自己的需求。有一个点可能经常会被朋友们给忽视掉，那就是现在用流媒体的概率越来越高了嘛。那用流媒体的话，必不可免的会伴随着很多的输入，而 AK 内置的这个输入法，用智障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所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在应用宝里面搜索微信输入法。这个微信输入法可以9宫格，也可以手写。有了这个微信输入法，对于我们输入文字的这个体验啊，是有着大幅加成的。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额外安装一个微信输入法来使用。此外，还有一个差异就是在附件上 ，AK 的播放器8个角之尖锐，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就是这8个边角。再加上500多克的一个重量，无论是从手感还是安全性来说，皮套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之前大家应该还记得 SP4000那个保护套，这个标配的皮套，我认为无论是花纹还是颜色，都有那么一点点配不上 SP4000，所以作为有很多朋友去选择迪格尼斯的那个保护套。而这次 SP4000T 标配的保护套，我认为诚意就给的非常的足了。无论是皮套的颜值，还是手感或者材料这几个方面来说 ，SP4000T 标配的这个保护套，我认为做的都非常的不错。像 SP4000刚刚说，有很多朋友去选择购买迪格尼斯的那个套嘛，1000多块钱一个也蛮贵的了。而 SP4000T， 我认为如果不是特别喜欢迪格尼斯的那个设计的话，我认为没有必要多花这个钱把原装保护套给换掉。SP4000T 的这个原装保护套设计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也就是说 SP4000T 是在 SP4000的基础上。首先将外观从抛光变成了拉丝，然后解码芯片的阵容砍半，从4+4变成了2+2，但是多了4颗电子管以及更高的电池容量。聊完以上，我们会发现 SP4000和 SP4000T 有着非常多的雷同点，比如类似的外形设计，相差无几的重量，同样的 UI 与操作系统，2款设备也配备了一样的 CPU， 所以这2款播放器我们该如何选择，就成为摆在咱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正如刚刚所说，这2款播放器只在于解码以及放大部分有所区别，而这恰恰也正是一个播放器的灵魂所在。首先就我来看啊 ，SP4000T 与 SP4000并不是旗舰与次旗舰的这样一个定位，虽然在价格方面有所差异，但是我认为这2部机器 SP4000与 SP4000T
本质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与调音理念。如果说 SP4000是现代风格，强调声音的张力、空间感、细节这些特点的话，那 SP4000T 就代表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向，那就是魔力。相较于 SP4000大起大落、气势磅礴的表现所不同的是 ，SP4000T 更强调声音的柔和性、自然感以及声音的密度。首先，第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在声音的速度感上 ，SP4000就像刚刚说的是一种现代声的表达嘛，所以说 SP4000在表达速度感快的音乐的时候，比如说 ACG、电子乐、EDM、K-pop 等等快节奏的音乐类型，那么 SP4000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的。这种速度感快、不拖泥带水的风格，正适合用来表达现代流行音乐。此外，如果说您听一些年轻一点的女生或者说器乐的话 ，SP4000依然是目前便携播放器这块顶级的一个存在。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听爵士、听慢一点的老歌、抒情一点的内容，或者说希望播放器将音乐表达得更为温暖、更能够打动人，那这个时候 SP4000T 我认为会更加的合适。特别是咱们开启 Turbo 模式之后，这个声音会让您不知不觉的聆听上1-2个小时，而不会产生任何的听觉疲劳。因为这种略带黄昏感的模拟音色，不强调声音的线条感，也不追求声音的速度，反而更侧重于音乐情感的表达，也就是听起来会更加的生动，也更加的自然。前面是简单的对音色进行一个基本的分析，而具体到声音的商品上，如果说咱们光看声音的素质这一块的话，我认为 SP4000依然超越了 SP4000T， 特别是在声音的通透性以及对于细节的呈现上 ，SP4000会让您听得更加的逼真。所以就声音的素质层面来说 ，SP4000依然要强于 SP4000T。而在声音的商品表现上，也就是高中低频，首先是中频人声这一块 ，SP4000的中频人声表达的相对还原精致。歌手的口齿音，您可以听得非常的分明，也听得非常的清楚。距离感方面，我认为恰到好处。而4000T的人声表现与4000差别非常大，4000T更侧重于人声口型的饱满度以及距离感。就距离感这一块来说 ，SP4000T 表现的要比 SP4000要来得更近。同时，人声方面 ，SP4000T 也表达的更有血肉感，也更为浑厚一些。这让您在听爵士乐或者说乡村民谣的时候，再或者说80、90年代的港台老歌以及街 pop 之类，像终身名菜、沿街红美、脚松弥生、山下达郎、玉置浩二这些，此类人声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的关系，所以咱们用 SP4000去听的话，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有年代感，自然而然的也就缺少了一些味道。而如果说是4000T 的话，在表达这类人声的时候，对于人声气息的把握就会更为到位，也更为传神。而在低音方面 ，SP4000T 比起 SP4000那种迅速准确的低频来说 ，SP4000T 额外添加了一些低音的泛音，同时在低频的量感上也比 SP4000要扩大了一圈。那这个时候 SP4000T 我认为会更为合适一些。就低音的表现来看，两款机器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风格。那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心里要想了 ，SP4000T 增加了泛音，低音的量感也增加了，那这个低音会不会表现的有那么一点点土嗨了？我的答案是不会的，因为 AK 这么多年以来啊，好像跟低音土嗨这个词关系不大。反而你要担心的是这个低音够不够近，因为我自己是从1000、2000、3000一路玩过来的嘛。像 SP1000 和 SP2000的话，我认为那个低音就显得有一些精致过于，而量感不足了。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小家碧玉，气息也到位，但是 SP1000 与 SP2000的低音明显是缺少了一些落地感的。这个问题直到 SP3000 这个时代才算被彻底解决掉了。而到了 SP4000，自然这个问题也是不存在的。在高音的表现上，这是我对 SP4000一直以来有一点点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 SP4000的高音啊，亮是亮的，华丽度也不错，延展也可以，但是这个高音在搭配某些耳机的时候，听的时间久了，你会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刺激，也就是听得不耐听了。高音方面的细腻度，我认为 SP4000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到位。当然了，如果说您喜欢这种将高音进行适度拔高的听感的话，那没有任何问题，因为现在很多耳塞也在这么做，4个静电、8个静电，对吧？目的都是把高音拔得更高，说白了就是让用家听得更爽。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喜欢这种听感，这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个人不太听得来这种高频而已。也正是因为接受不了有一些刺激的高音啊，所以我现在的耳机基本上也都是单动圈的了。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 HS3000嘛。而到了 SP4000T 高音方面，我认为调整的就相当的符合我自己的胃口了，尤其是在高音的细腻度表达上 ，SP4000T 不会让您觉得有点刺激了。
这里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说您听 SP4000，感觉到人声有那么一点点的齿音，您觉得这个齿音会影响到您的听感的话，那这个时候选择 SP4000T 会更为合适一些。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 SP4000T 是牺牲了声音的一部分信息量与数值，从而换来了这种更为模拟、更为自然的听感。所以前面说了这么多，这两款机器我认为还是非常好选的。就推力来说，两款设备的推力其实大差不差的，更多的是集中在音色的差异以及数值的差异这两个方面。所以关键看您喜欢哪一种音色。您如果说更看重数值的表现，喜欢更为通透的音色，一尘不染的背景切黑度，那这个时候 SP4000我认为更加合适。而如果说您对于音乐当中人声情感的表达、低音量感的需求，以及更为柔和、更为耐听的三频有一定要求的话，那这个时候 SP4000T 我认为会更加的合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关于 SP4000T 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 SP4000T 这台播放器也会在咱们原生态的门店进行一个出样。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到门店来对比一下 SP4000T 与 SP4000所代表的两种旗帜，听听看电子管这一古老的电子元器件在随身设备上到底发展到了怎样的一个高度。最后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